有缘的朋友，你是否曾经因为自己的善意而遭受损失，感觉自己总是被他人利用，却又不知道怎样去改变这种状况？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关键的话题，那就是善良需要带有一些锋芒，否则善良的人容易被人欺负。一个真正善良的人，如果遭遇失败，绝不是因为智力不足，而是因为他们过于信任他人，心肠太软，心地善良，重视感情和讲义气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智慧人生，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，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。善良的本质在于关爱他人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无条件地满足所有人的需求。面对强者时，我们需要表现出坚强，不轻易妥协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，过度的善良可能会被视为软弱，反而会让他人觉得你可以随意对待。例如，在工作中，如果你总是对同事的要求言听计从，不设限地支持他们的需求，可能会导致他们不断超越你的界限，最终让你承受更多的压力与负担。而面对弱者时，展现宽容与理解固然重要，但也要有底线，不纵容不当行为。宽容并不意味着无条件的支持，相反，有时在某些情况下，设定清晰的界限反而能帮助对方更好的成长。比如，一个经常依赖他人的朋友，若总是得到你的支持，而不付出相应的努力，他们可能永远无法独立。这样不仅对他们没有益处，也会使自己陷入疲惫的状态。善良的对象非常重要，我们不能对所有人都无条件的好，这样往往会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。善良需要适度，施予善良的时机与对象必须经过深思熟虑。明智的善良不仅能维护自己的情感健康，还能在适当的情况下激励他人，促使他们展现出更好的自我。善良的界限并不是要让我们变得冷漠，而是要让我们更加明智地选择在何时何地对谁施以善良。只有懂得善良的底线，我们才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，既不失温暖，又能有效保护自己。然而，善良需要智慧的指引，帮助我们判断何时何地施予善良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不值得我们付出善良的人。以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为例，他总是对别人说好好好，不分场合与对象。无论是工作上的要求，还是私人生活中的小事，他都一味地迎合。这种无底线的善良，不仅让他在同事中失去了威信，还使他不断遭受他人的利用，最终身心疲惫。智慧的判断显得尤为重要。我们需要学会辨别，选择值得施予善良的人，这样才能保护自己的内心与尊严。智慧并不是冷酷，而是有意识地对待善良与付出。比如，面对需要帮助的朋友，我们可以给予适当的支持，但同时也要设定一些界限，让他们明白帮助是有条件的。这样既能保持友谊，也能鼓励他们更加独立。在判断善良对象时，
观察对方的行为和态度是关键。如果一个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忽视他人的感受，那么我们就要谨慎对待自己的善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施以善良可能只会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。相反，如果对方表现出真诚和感恩，善良的付出则能得到积极的反馈，形成良好的互动。善良与智慧的结合不仅体现在选择施予善良的对象上，更在于如何以适当的方式传递我们的善意。善良的表达方式也很重要，温暖的关怀与坚定的态度并不矛盾。我们可以在帮助他人的同时，明确自己的底线，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善意背后所蕴含的智慧与原则。因此，在施予善良的过程中，既要关注他人的需求，也要保持对自身价值的坚守。这样，我们才能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找到平衡，既不失温暖，又能有效保护自己。真正的善良是在智慧的指引下，带着底线与原则的善良。只有这样，我们的善良才能在时间的检验中发出更为持久而亮眼的光芒。但是，维护尊严是每个人的权利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要了解并坚守自己的底线，这不仅关乎自我保护，更是对他人尊重的体现。当我们明确自己的原则，并在遇到挑战时不妥协，这样的态度会让他人更加尊重我们。例如，在职场上，若总是容忍同事的不尊重，不仅会让自己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，也会逐渐使周围的人习惯于以此对待你。这种行为不仅侵蚀了个人的自信心，还会影响到职业发展的机会。有时候，忍耐并不能解决问题，反而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害。在家庭或朋友关系中，很多人可能因为对亲近人的顾虑而选择隐忍，试图通过忍耐来换取和谐。然而，这样的做法往往会导致更多的误解和矛盾。忍让并非总是美德，尤其是在原则性问题上。适时的反击或明确的表态，才能真正保护自己的底线。设定清晰的界限，不仅有助于维护自己的心理健康，还能让他人意识到你的底线，从而更好地尊重你。比如，如果在某段关系中，对方不断越界，表达出自己的不满与底线，往往能促使对方反思并改正自己的行为。这样的沟通是双方成长的重要一环，帮助建立更加健康的人际关系。坚持底线的重要性还体现在自我认知上。只有清楚自己的价值观与底线，我们才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坚定立场，避免被他人的情绪和行为所左右。人际交往中往往存在试探与挑战，只有在这些时刻坚持底线，才能确保自己的尊严与内心的宁静。在生活的每一个阶段，我们都可能遭遇各种各样的压力与挑战，而坚持底线则是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武器。它不仅能保护我们免受伤害，更能帮助我们在生活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与自信。最终，底线不仅是自我保护的屏障，
更是我们立足于世的基石，让我们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依然能够保持真我。可是，我们在面对坏人时，我们必须要有果断的反击，这不仅是自我保护的必要措施，也是对不正当行为的有力回应。坏人通常会利用他人的善良，越过道德的底线，试图获取不当利益。善良者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仍然选择隐忍，只会让对方更加肆无忌惮。例如，在工作中，如果同事总是将自己的任务推给你，而你又不愿意拒绝，最终只会使这种行为成为常态。果断的拒绝和设定清晰的界限，能够有效遏制这种不当行为，让对方明白他们的行为不可接受。历史和文学中不乏这种例子。林冲因过度的善良和隐忍，最终导致家破人亡。他的故事警示我们，单纯的忍让并不能解决问题，反而可能让坏人变本加厉。而鲁智深则是一个更为积极的反面典型，他面对恶霸镇关西时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出手相助，展现了智慧与勇气并存的善良之道。鲁智深的果断不仅保护了自己，也为他人树立了榜样，展现了面对不公时的坚定与勇气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果断并不意味着冷酷，而是基于对自己价值的清晰认知。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底线，知道哪些行为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。当这种界限被侵犯时，果断的反击能够让对方意识到后果，促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。例如，若在社交场合中有人无端攻击你，若能勇敢地反击，指出对方的不当行为，这不仅能够维护自己的尊严，也能让周围的人看到你的坚定态度，从而避免他们的类似行为。同时，果断的态度也能带来内心的宁静。当我们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益，不再忍耐不公与伤害时，内心的负担会随之减轻。坚持原则，果敢应对，能够让我们在生活的挑战中更加从容。这种果断不仅是对他人的警示，更是对自己的鼓励，让我们在面对未来的困难时能够更加坚定地走下去。在与坏人交往时，果断的态度不仅关乎个人的尊严，更关乎生活的质量。我们需要明白，善良并不等同于软弱，真正的善良是有原则、有底线的。面对不正当的行为时，勇敢地站出来，捍卫自己的权益，才能让我们的善良与尊严得到应有的保护。我们用一个人人都知道寓言故事，东郭先生与狼的寓言故事，生动地说明了善良与智慧之间的关系。故事中，东郭先生出于善心救了狼，却最终遭到了狼的背叛。这一情节不仅令人感到震惊，更深刻反映了在施以善良时，缺乏判断与智慧所带来的潜在危险。东郭先生的善良是出于同情，但他未能考虑到狼的本性，结果不仅救了狼，还为自己带来了灾难。这则故事教会我们，光有正确的价值观，却缺乏处理问题的能力，往往会导致不可预见的后果。
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，出于好心帮助他人，却因为缺乏洞察力而遭到利用。比如，有些人在职场中出于友好，频繁地帮助同事完成任务，最终却发现自己被不断推搡，背负了过多的责任。正如东郭先生的善良未能带来正面效果一样，过度的无条件付出也可能使我们处于被动的境地。同时，这个寓言也提醒我们，善良与智慧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对立面，而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。善良应当是建立在理智与判断基础之上的。当我们在帮助他人时，必须具备一定的判断能力，评估对方的动机与背景，选择合适的时机与方式。在面对需要帮助的人时，除了给予支持，我们还应考虑如何引导他们走向更积极的方向，而不是一味地提供短期的解决方案。因此，面对潜在的危险与挑战时，保持清晰的判断与智慧尤为重要。善良应当与智慧同行，二者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。当我们能够在施以善良的同时，谨慎地评估对方的需求与动机，就能避免落入东郭先生的陷阱，保护自己的利益与安全。最终，寓言中的教训告诉我们，在善良的同时，绝不可忽视自我保护与智慧的运用。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学习如何审慎地对待他人，在给予善良的同时，确保自己的底线不被侵犯。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善良的意义，在保护自己的同时，也能帮助他人走向更美好的未来。根据上面的分析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善良与智慧之间的重要联系，以及坚持底线和果断应对的必要性。善良并不是盲目的付出，而是需要智慧的引导，以便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保持平衡。无论是在面对强者时的坚定，还是在面对弱者时的宽容，明确自己的底线是至关重要的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维护自己的尊严，同时为他人树立良好的榜样。在与坏人交往时，果断的态度更是不可或缺。善良者需要在必要时坚决反击，保护自己的权益，避免成为他人随意利用的对象。果断不仅能让对方意识到后果，也能增强我们的自信心，使我们在面对未来的挑战时更加从容。这种勇敢不仅是对自我价值的坚守，也是对不公与恶行的有力回应。而东郭先生与狼的寓言则深刻地提醒我们，善良与智慧并不是互斥的，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。我们在施以善良时，必须保持理智与判断，选择合适的对象与方式。通过审慎的思考，我们不仅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损失，还能在帮助他人的同时，推动他们走向更积极的发展道路。最终，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明白，真正的善良是建立在原则与底线之上的。在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中，保持自己的锋芒和智慧，能够让我们的善良更加有力量。在面对生活的每一个挑战时，我们要勇敢地站出来，
坚定地维护自己的权益，同时保持一颗温暖的心灵。这种结合将使我们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，也能够更有效地帮助他人，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回复一句三阳开泰，祝愿你阳气永驻，与光明相伴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